运会以后，我们觉得北京的市民和北京的很多学生对于奥林匹克的认知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知道体育呢，第一呢它是 culture， 常年的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然后逐渐呢它跟国际体育慢慢要逐渐的去接轨。然后中国的它整个的体制和整个的这个体系啊，它得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这种多元化的东西。它绝不是因为一个金牌。2008年奥运会，北京有31个场馆，那么现在这些场馆还继续服务于我们北京工作生活的人们的体育文化活动。你比如说像鸟巢、水立方，还有那边的国家体育场，西南方面的五棵松，还有很多在学校里的。北京有6个是在学校的体育场馆。体育场馆它除了服务于老师们、学生们的教学生活，还平时也会为周边的居民来服务。那么这些场馆它的利用、它的使用，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切实的服务。你比如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里边有3000米、5000米、10000米的步行道，那就是2008年奥运会留给我们老百姓的一项最身边的、最基础的一项设施。是做的是8号线，8号线的话呢，应该是为这个奥运会比赛所建的啊，同时呢也方便了很多我们去奥森参加这个跑步活动。是从2015年3月份开始跑步的，那么到现在呢，应该是跑了1年半的时间了。最初喜欢上跑步呢，只是觉得自己还是身体不是特别的好通过这个跑步之后呢，对自己的身体也好，包括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包括对在扩大朋友圈这方面等等呢，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通过跑步的话呢，也能够让自己在生活这些方面能够自律一些。炫跑团呢是在2015年6月份成立的，那么最初呢是几个跑步的爱好者，大家在一起跑步，然后后来呢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跑步的伙伴们一起加入跑团，大家呢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一个工作，包括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也好，在一起通过跑步给大家带来一个健康的身体、快乐的跑步然后炫跑团呢现在在北京已经有1000多人。大家通过这个一起跑步，能够在跑马的过程中互相鼓励、互相激励自己同时呢挑战自己，能够完成一个马拉松。每次奥森这个地方让我跑起来是非常的开心，每周至少来3次。跑步这项运动的话呢，我更多的喜欢的是它一种生活方式，不是说是因为跑步而跑步，更多是通过跑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奥
奥运会的开展呢，中国人开始强调全民运动，在各个小区里呢，也推行建设各种的这个运动器材啊、健身器材啊。如果可能没有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运动精神的发扬呢，可能社区啊，包括政府的这个建设工作，可能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快。那当然还提到就是说这种奥运场馆的建设，在08年奥运会之前，包括这个当中建了很多场馆，那也就是说老百姓这种活动的场所丰富了也多了，春夏秋冬你都可以不间断的去训练，所以这个方面呢，在这个10年的发展当中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益。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为了奥运会来建的嘛。这个公园的话，其实我觉得第一呢，它是有专门的跑道，就是我们在专业队里的跑道是这样子，所以它跑起来很舒服，不是一个纯平面或一个很多的一个下坡上坡那样，它比较综合一些。这个公园你一进来之后，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包括它的甚至一些雕塑，都能感受到一个体育的精神。08年奥运会之后呢，大众群体啊，包括这些人民，这就是说对这个体育健身的一个爱好，或者说一个认知也会越来越高。很多人去参与到这个运动方面，他实际上是被一种奥运会的精神所感染，或者体育的一种精神所感染。我们是一点点看着它这样人越来越多，也是基于奥运会的这个规划。它旁边的地铁、道路规划都非常到位，所以它现在来这里边锻炼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奥促会的宗旨就是说，继承奥运财富、传承奥运财富、推动城市发展，就是把奥运会期间所形成的城市管理的经验运用到日常的生活中，而不是仅仅是一次赛事。08年奥运会给我们留下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财富，我们转化到我们的城市管理中，让城市生活、让群众的生活更加方便，社会文明度也越来越提高。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从它的选址、规划、建设，一直到后期的使用，都一直是捆绑于，一直是基于它的赛后利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立方，这里的中心区的人群最旺的时候，每天可以达到10万人。过去我们刚才说为什么搞举国体制，中国的经济是要落后。现在社会的资金很多元化啊，很多的民间的资金他也愿意投入一些体育。比如简单说，我们现在民间体育设施，我们现在这个设施叫下午，比如就向市民开放了。过去呢，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的，现在说这不是，这是我们纳税人建的这个体育场。那我们这个非体育课的时间的话，我们向市民开放，让老百姓来到这里边去活动。如果不是因为奥运会，我相信这些那么大的一个黄金地段的地方，不会有那么多空间给老百姓去做运动。08年奥运会，我是在奥组委的志愿者部，志愿者文化也是因为奥运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目标，练体育的目标，更多的是参加比赛，赢得冠军，争得荣誉。那么现在呢，参与体育活动不单单是这些了，更重要的是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敢于拼搏这样的一个意志品质，或者这种团队合作等等。那么整个需求发生了变化，那它的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体育呢是一种小众，因为它是精英运动员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现在体育呢，随着老百姓的需求，随着家庭的需求，随着孩子们的需求的增长，它已经是变成一种大众的活动。